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和平精英体验服上线了黄金岛地图，也就是端游的卡拉金。它的出现勾起我一段难忘的回忆，还请允许我娓娓道来。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不好意思，搞错了。2020年1月15日呢，绝地求生正式服上线了新地图卡拉金，而它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黑圈替代了原来的轰炸区。具体表现就是会有导弹对着房子炸，逼着玩家必须离开房子，不然的话房子塌了，玩家也没了。当时我看着这个导弹呢，我有个想法，如果用我们的头去接黑圈投下来的导弹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意思嘞？起初我也被这个疯狂的想法所震撼到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发现真的是非常难。当时是不能开自定义的，所以我只能去匹配桌，别人30分钟跳伞1次，我30分钟跳伞30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只有在跳伞还没落地的时候才有机会做这个测试，然后打开降落伞的时候就慢慢等黑圈到来，等它出现了就往它的方向飘。可我在空中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对准了房子的正中心啊，也就是导弹的落点嘛。哇，这真的很致命啊！我就经常以为自己在房子的正中心上方飘扬，打开录像回放一看，根本就不在正中心。所以每次不是擦肩而过，就是黑圈刷得太远，飘不过去。甚至有时候在天上飘得太久，被人打鸟了。所以在跳伞匹配中周而复始，没办法，耗费的精力太吓人了，我只能先将它搁置了。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你猜怎么着？我突然发现可以开卡拉金地图的自定义了。哇！我立刻联想到使用沙盒模式的飞天功能去做这个测试。当我兴奋地打开房间后，发现自定义是可以开，但是没有开沙盒功能。那和之前匹配的没区别啊！我刚燃烧起来的热情，就像被泼了零下10几度的冰水一般。事情的转机呢，来到一次水友赛。我在设置房间参数的时候，瞄了一眼，发现卡拉金地图加入沙盒模式选项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嗨起来，开搞！设置黑圈参数让它一直炸，然后我开启飞天功能呢，追着黑圈跑。离得好近啊，总是差那么一丢丢。幸好我还能通过看回放呢记录他们的落点，毕竟特定的房型导弹落点呢是相对固定的。而在沙盒模式里面呢，我就可以先踩在房子的导弹落点上面，然后再飞上去，这样呢导弹如果砸这个房子，就100%会砸到我了。我们终于成功了！结果是穿过去了，导弹穿过了我角色身体，但它并未对我造成伤害。你以为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？不，好戏刚刚开始。导弹穿模空中的我，那代表呢，导弹必须接触地面才会爆炸，才会把房子炸塌，并且因为导弹爆炸呢，把房子里的玩家淘汰，是这么一回事吧？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观众的内心认知。可待会我就要推翻这个认知。假设这个认知是正确的，是导弹的爆炸把房子里的玩家炸死，那么导弹每次爆炸的范围都应该是同等大小的。问题来了，当导弹炸中这类超大房子的时候，它能把房内的玩家全部淘汰，所以导弹的爆炸范围至少有大房子的体积这么大，不过分吧？那炸小房子的时候，爆炸范围就会溢出，甚至把隔壁半个房子的玩家顺带一起淘汰了，这合理吗？我大胆做出一个假设，淘汰玩家的呢根本就不是导弹，而是房子。证明假设的方法一，我站在即将被导弹炸毁的房子旁边。房子里的玩家100%被淘汰。按理来说呢，我离最近的墙壁也才几米嘛，而房内的玩家直接被淘汰，我只承受了10%的伤害。大家看出端倪了吗？说明导弹爆炸本身伤害就不高。我甚至怀疑这10%的伤害都不是导弹爆炸带来的，是房子倒塌带来的。这一点呢，在手游也是成立的，在屋外呢是不会受到身旁导弹爆炸的波及。证明假设的方法二，我曾在某期视频里面发现了一个趣事我关闭队友伤害后，队友在房子上面安装 C4， 实施 C4 爆炸理应对我是没有伤害的，而我却被淘汰了。系统提示：淘汰的伤害来源是黑圈，也就是轰炸区。你可以把此时零伤害的 C4 理解成导弹，哪怕导弹零伤害了，我们一样会被淘汰的。
为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啊，为了确保每次导弹爆炸范围恰好是当前房子的范围，又并且恰好不会超出范围伤及无辜啊，程序员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办法，把导弹设计成了绞杀机制的那个影子。导弹本身威力很小，甚至可能是没伤害，而且范围又不大，它只是用来告诉房子你该触发绞杀机制了，请把你房子内的所有玩家都灭了。所以真正淘汰我们的是房子啊，甚至你都可以这样想，导弹炸房子那一下呢，纯属脱裤子放屁，哪怕没导弹，系统随机选几个房子让它自己塌，自己触发绞杀机制也是一样的呀。但玩家接受不了嘛？为什么好好的房子突然自己塌了呢？什么破游戏机制啊？所以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呀，拿个导弹做个幌子嘛。反正淘汰玩家的压根就不是导弹。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出来，导弹碰到除房子外的所有东西都不会发生反应。瞧，比如这些车。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这是我做过历史最长的一期测试视频了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有趣，不妨点个赞，添加关注支持一下吧。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